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咱们这次的深入探讨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，一个叫 Kajilian.sh 的 Bash 脚本。对，我们看的是那个 3.9.0 版本，感觉就像是给 Linux 服务器准备的一个超级工具箱。没错，是这个意思。它的目标用户其实挺广的，不管你是专业的系统管理员，还是说就是喜欢自己捣鼓技术的，可能都会觉得有点用。它的核心想法就是简化各种操作。从日常的系统维护到那种比较复杂的应用部署，它都想帮你省点事儿。听起来像是个快捷方式大集合啊。那行，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个瑞士军刀里头哪些功能特别值得咱们关注，然后它又会带来哪些思考，是吧？好啊。我觉得首先让人感觉哇挺厉害的是它的那个自动化能力。自动化。比如说啊，你就不用再纠结什么 Debian、CentOS、Ubuntu 这些系统，它们命令不是有点不一样吗？对，细节上有差别。这个脚本啊，就尝试帮你统一起来，像装软件 install、卸载软件 remove，还有什么系统更新 Linux update、清理垃圾 Linux clean， 好像点一下就行。这个确实方便。是的，这其实就体现了它核心的价值，就是整合和简化。它更有意思的是那个，就是一键部署复杂环境。比如呢？比如说你想搭一个网站环境，像 LNDMP， 就是那个带 Engines、MySQL、PHP、Redis 的那种。常见的组合。对，用这个脚本里的 LNDMP install， 它挺聪明的，用了 Docker 技术来帮你弄。Docker 这样做啊，好处就是环境一致性好，能少很多在我这儿能跑，在你那不行的这种问题。隔离性也好。是的，还有像那个 SSL 证书，它集成了 Certbot install Certbot， 能自动给你搞定。这个实用。对，还有需要内网穿透的，设置那个 FRP Server generate FRPs config 和 Client generate FRPs config， 也给你弄得很简单。听起来确实把很多原来挺折腾的步骤都打包了。那除了建站部署，安全和优化这块呢？这个大家一般都挺关心的。当然，安全这块它也考虑了一些，比如说它能帮你装那个 fail to ban F2B install SSH， 防 SSH 暴力破解的。对，这是个挺基础的防御手段了。然后它还提供了一个门单式的防火墙管理界面 IP Tables Panel。这个好直观。快删端口 Open Port Close Port 就方便多了。不过咱也得说清楚， fail to ban 它只是一个工具，是吧？对，不能指望它解决所有安全问题。没错，真正的安全还是得更系统地的去做。那优化呢？网络优化什么的？优化方面，它支持启用像 BBR、Linux BBR 这种网络优化技术。Google 那个。对，就是 Google 开发的，用来改善网络拥堵、提升速度、降垃圾除去的。脚本让启用这个过程变得很简单。还有像优化 DNS 设置 Set DNS UI， 它还会引导你用更安全的 SSH 密钥登录 Add SSH Key， 这些都是好习惯。是的，甚至它还有一个挺强大的系统重装功能 DD 系统 Menu。 重装系统？对，能帮你快速装不同的 Linux 发行版，甚至他说还能装 Windows。哇！不过这个功能风险就很高了，非常高。脚本自己也特别强调了要谨慎用。那肯定的，这一下数据可能就都没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功能真的是用之前得想清楚。这个重装功能听着是有点大杀器的感觉，虽然强大，但确实危险。我就在想，对学习的人来说，用这种一键重装，会不会就直接跳过了，比如说理解分区啊、引导啊这些挺重要的步骤？确实有这种可能。这又说回来了，工具是为了提高效率，但不能完全替代你对背后原理的理解，是吧？对。除了这些大功能，脚本里其实还塞了不少挺实用的小工具。还有什么？比如它内置了一个命令行的文件管理器 Linux File， 在命令行里管文件。对，创建、编辑、删除文件和目录，压缩、解压什么的都能在里面弄。还有 SSH 连接管理器 SSH Manager， 能存好多 server 地址，快速连上去。这个方便。
还有备份，它集成了 rsync Manager， 就是那个远程同步工具，查看系统信息 view stats 和跑一些性能测试 Linux test 的工具集也有。等于把很多零散但常用的管理小灶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随取随用。我们还注意到脚本里有个地方提到了数据收集，一个叫 sendstats 的函数，这个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在意，能具体讲讲吗？这个要说一下。根据脚本自己的注释啊，他说这个功能默认是开着的 ，enable stats 等于 true。开着的，收集什么呢？它会收集一些匿名的使用信息。比如你用的脚本是哪个版本，你用了哪个功能，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类型 ，CPU 架构，还有它会通过 ipinfo.io 判断一下你大概在哪个国家。注释里强调说，这么做的目的是想了解用户都喜欢用哪些功能，这样好改进脚本。而且它特别说明了不收集个人敏感信息。那能不能关掉呢？这个很重要，可以。脚本明确说了，你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，把那个 enable stats 设成 false， 或者通过门菜里好像是100那个选项也能关掉。而且它在第一次运行的时候会弹出一个用户协议 user license agreement， 让你确认同意。就是说它还是给了用户选择权的。对，它至少在设计上体现了对用户知情和选择的尊重。我们在这儿呢，也就是客观的把脚本里包含的这部分内容和他自己的声明说一下，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儿。了解了，透明度和用户控制权确实挺关键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对这个 Kclian.sh 的初步探索，差不多就到这儿了。它确实是一个功能极其丰富的工具箱，感觉能大大提高 Linux 管理的效率。是的。它很典型的展示了用脚本来做自动化和集成能有多大潜力，能把很多本来挺复杂的操作给你流程化、简单化了。对咱们听众来说，特别是还在学习的朋友，它既可以是一个得力的助手，也能看作是一个挺好的学习案例，看看别人是怎么把不同的工具和服务编排到一起的。说得对。那么最后就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吧。就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可以说几乎无所不能的自动化工具时，你会怎么选呢？是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一个纯粹提高效率的工具，就是享受它带来的便捷就好？还是说你会觉得，我得去挖一挖，看看它每个功能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，确保自己不光是会用，还能懂它为什么能这么用呢？对，这个选择其实挺体现个人对技术的态度。